王健林瘦了。从流出的照片和视频看，这位曾经豪言先定一个小目标，赚他1个亿的地产首富，眼神黯淡，身形消瘦，几乎认不出往日那个意气风发的地产之王。8月20日到21日，他罕见现身新疆克拉玛依，参加招商引资、文旅考察，看似在为万达寻找新出路，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，这是一次带着债务枷锁的出场，一次在生死边缘的挣扎。9月初，万达集团被爆出94亿元股权遭司法冻结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大单笔冻结金额。94亿是什么概念？足以买下近30个县城的财政收入总额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据天眼查数据显示，截至9月5日，万达集团共有10条被执行人信息，合计被执行金额49.29亿元。历史被执行人信息更高达25条，累计金额91.25亿元。旗下子公司股权冻结38条，立案信息29条。这意味着几乎没有一块核心资产是干净的。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的100%股权价值80亿元，已经被郑州中院冻结到2028年。一纸法院判决直接把万达未来4年的路堵死。在资本市场，冻结2个字就是毒药。它不仅让万达无法自由处置资产，还在银行和投资人面前彻底失去信用。股权冻结等于现金流断裂，等于企业死亡倒计时。万达的噩梦并不是突然开始的，真正压垮这家中国商业巨头的是一纸对赌协议。2021年，珠海万达商馆在 Pre-IPO 融资中签下了与投资人约定的赌局。如果2023年底前成功上市，投资人可以享受丰厚收益；如果失败，就必须按8%年息回购约380亿元股权。结果，万达 IPO 流产，投资人立刻要求兑现。380亿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把整个万达的资金链炸得七零八落。数据摆在眼前，截至2024年9月，大连万达商馆1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高达439亿元，手上能动用的货币资金却只有151亿元，资金缺口整整288亿元。这意味着万达每天睁开眼睛就要面对几十亿的债务缺口，靠什么填？只能不断借新还旧。可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，融资几乎等于不可能。资本早已失去耐心，债主们只剩一件事：逼债。在这样的绝境中，王健林做出了几乎是最后一搏的决定——甩卖。8月25日，天眼查显示，一个名为宽裕私募的基金成立，总出资224.29亿元，由泰蒙、高和丰德、腾讯、阳光人寿等13家企业组成，准备一次性收购大连万达商馆48家目标公司100%股权。这个数字看似巨大，但和万达庞大的债务缺口相比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就像一栋正在下沉的高楼，即使抽出几块砖头卖掉，也无法阻止整栋大楼倾斜。更悲惨的是，资产出售只能暂时缓解资金压力，却无法恢复市场信心。万达想要依靠轻资产运营模式重新获得融资，在投资人眼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曾几何时，王健林是中国富豪榜上的常客。2013年，他的身家一度高达1350亿元人民币，位列中国首富。那一年，万达广场遍布全国，电影院、文旅城、酒店像棋子一样落地，资本市场为他疯狂鼓掌。可是现在呢？2017年，万达高调宣布转型，卖掉文旅和酒店资产，试图轻装上阵。2020年后，房地产行业整体崩盘，融资渠道全面收紧，万达再也没有了喘息机会。2023年 IPO 失败，380亿元对赌压顶，
彻底击碎了王健林的最后幻想。如今的王健林就像一个被困在债务迷宫里的困兽，每一步都是死局，每一条路都通向深渊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早已结束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下降 9.6%， 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6.3%。70个大中城市中有64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跌。换句话说，不仅仅是万达，中国整个地产行业都在坍塌。王健林不过是倒下的一棵巨树，但他的轰然崩塌，震动的是整个商业世界。有人说，万达的危机是王健林个人的失败，但更可怕的真相是，这不是一个人的倒下，而是整个时代的倒塌。看看数据就知道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期债务规模超过 7.5 万亿元。仅2024年上半年，全国法院发布的房地产相关司法拍卖公告就超过5万件，同比暴增 40% 以上。碧桂园负债超过 1.4 万亿元，恒大负债 2.4 万亿元，而如今连万达这样的商业地产航母也被拖进泥潭。当债务像海啸一样扑来，没有哪一家房企能独善其身。王健林只是第一个被推到公众面前的人，背后站着的是一整个正在下沉的行业。不要以为万达的债务危机和普通人无关，恰恰相反，真正受伤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。因为万达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靠卖广场来融资，靠卖预期来吸引投资。那些在万达广场开店的小商户砸进去几百万、几千万，如今面对的是冷冷清清的人流和不断飙升的租金。那些买了万达债券的投资者，账面财富一夜蒸发。而在资本市场，万达的信用崩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融资更难，意味着无数上下游企业被拖垮。每一个被迫关门的商户，背后就是一个破产的家庭。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显示，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 4.6%， 远低于房贷、车贷和教育、医疗成本的涨幅。城镇居民家庭债务率、债务余额、可支配收入已接近 130%， 创历史新高。换句话说，中产已经被榨干了。曾经万达广场的灯火辉煌，是中产拼命透支信用卡、掏空积蓄支撑起来的。如今广场冷清了，债务却成了压在他们身上的巨石。当一个首富都要靠卖家产换现金流，当一个商业巨头都走到法院冻结股权的地步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无人能逃的深渊。万达的危机只是一个符号，它揭开了中国商业帝国的遮羞布。过去10年，依靠地产和金融杠杆堆砌起来的繁荣，如今正在崩溃。依赖资本输血、对赌协议维持的模式，一旦市场冷却，就会瞬间瓦解。整个经济体已经进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。你以为这是万达的末日？不，这只是开始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最新预测，中国 GDP 增速将跌破 3.8%， 创下数十年来新低。而地方政府债务已经高达40万亿元，财政危机全面爆发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万达不是孤立，而是先行者。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企业、更多家庭被卷进这场无法逆转的漩涡。最后的疑问，王健林能撑多久？答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这场危机不是王健林能否生存的问题，而是中国商业模式是否还能延续的问题。当一个个巨头接连倒下，当一个个广场关上灯，当一座座城市的消费力枯竭，谁还能幸免？王健林的背影只是一个符号，
他消瘦的面容正是这个国家经济困境的镜子。今天的万达就像一艘漏水的巨轮，在债务的海洋里挣扎。王健林再怎么喊坚持，也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。更残酷的是，在这场巨轮沉没的悲剧里，没有人是真正的旁观者。因为万达的债务不只是万达的债务，它背后是中国商业的破产，是中产的崩塌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